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，今天来做一个牛排的吃法。其实这道菜呢是最早的时候我在日本吃到，当时很流行的是半熟的猪排，就是你吃到过那种很厚的炸猪排，然后中间还没有完全熟的那个感觉吗？然后很多年前，我当时吃的时候我就觉得，为什么不拿牛排来做呢？那如果把牛排放在里头，应该也是不错的。其实当时这个想法就是一闪而过了，就后来我就忘记了，没有想到多年以后，这个炸牛排现在就是红到遍地都是。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开家店了，也许今天早就是商业巨头了。算了，错过的1个亿就让它过去吧，在家做给自己吃也是挺好的。首先我们需要用到白吐司。大家是不是很奇怪，做炸牛排为什么要先买吐司？因为我喜欢自制的面包屑，去掉吐司边。料理机里随便的打碎，打起来超快的，几秒钟就好了。面包屑要这样又大颗又粗糙的感觉。放入烤箱，120度烤个10分钟，把它烤干。准备好打散的鸡蛋、中筋面粉、面包屑，这几种馋哭隔壁小孩的油炸3件套。牛排两面撒上盐跟黑胡椒，依次沾面粉、蛋液、面包屑。注意每一次做油炸食品都跟大家强调干湿分离哦。蘸完面包屑，轻轻的按压，让牛排表面可以很均匀又薄薄的、紧紧的沾满面包屑。这些面包屑都是很粗糙、大颗粒的，炸好后它在牛排的表面就会支棱起来，口感才会特别脆。另外，好多人是不是油炸的时候外壳会脱离啊？其实裹好3件套后，稍等一会儿，让这3件衣服能融合一下就没问题了。准备油炸锅，炸牛排的温度要高一点，180到200度之间。如果是200度，下锅大概炸40秒左右，中间记得翻面。180度呢，炸1分钟左右。捞出来沥油醒一醒。我这块就是200度炸40秒的效果，跟一般煎牛排一样，一定要醒过之后，它的汁水才会收回去，存在肉里。切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的汁流出来。看看这个切面，整块颜色均匀又一致，非常完美。现在差不多是3分熟，还不到1点。如果180度炸1分钟，差不多能到3到5分熟。这里我有炸好2块不同温度的，大家可以对比看一看。像这种炸牛排的方式，我觉得它其实相当于是给这个牛排穿了一件外衣，这样你在炸的时候呢，它就是让外面那一层变成焦化又香脆的感觉，但是牛排里头所有的肉都保持非常完美的，大概不到3分熟的状态，这样你就不会吃到那种全熟的老的牛排，所以你这样的吃法，你会觉得这牛排特别的嫩。其实，在西餐厅里也有这样把牛排撒上盐跟胡椒，直接下油锅的做法，比煎的瘦肉会更均匀一些。切开对比一下，直接炸的牛排外面会有一圈全熟的边儿，而裹了3件套的就没有，所以就相当于是这个熟度完美的部分就增加了嘛。4舍5入等于你的牛排升值了大约1/5，这样就很好吃了。但是我强烈建议你再准备些别的东西，一会儿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很豪华的套餐。如果去日料店里头吃炸牛排定食呢，你很有可能会吃到一碗山药盖饭。像这样新鲜的生山药去皮之后磨成泥，蒸一碗热热的米饭，山药泥盖上去，撒上小葱花、木鱼花，淋一点酱油，还可以再切点卷心菜丝，切好的炸牛排配上 wasabi， 放点酱油，一点甜醋酱可以解腻。对了，如果你家有电热铁板或者牛排机或者烧烤盘、平底锅之类的，你还可以把炸过的牛排再烤一烤、煎一煎，这样咬一口就是一石二鸟，同时吃到烤牛排和炸牛排的口感。或者呢，你可以蘸点酱油放在山药盖饭上，
点一点芥末，这样吃一口就是一箭三雕。不对，纠正一下，应该是四角俱全，因为这一口中包含了烤牛排、炸牛排、润滑的山药泥和香喷喷的大米饭。山药泥其实起到一种酱汁的作用，类似于吃寿喜烧蘸生鸡蛋那个效果，它包裹在米饭和牛排的外面，增加口感的润滑感。煎过的牛肉焦香，咸鲜的酱油和木鱼花，辛辣的芥末和小葱花，黏黏滑滑的山药泥，香喷喷的大米饭，就全在这一口中了。另外，你还可以选择把牛排切成一口大的小块，跟刚才一样，面粉、鸡蛋、面包屑这样过3关，下油锅炸，温度时间也都差不多的。这样炸过之后呢，就跟吃鸡米花一样，我觉得可以叫它牛米花，一口一个，吃起来超有满足感。最后，因为今年是牛年嘛，大家可以自家做做看这道牛排了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像炸牛排一样，在牛年牛气的升个职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